交替，每天是崭新的自己。风雨的洗礼，我微笑着继续前进。一张开双臂，就能拥抱天地。就算铜墙铁壁，也抵挡不住前行。跟着我一起分分秒秒，梦想绝不放弃。不相信命运，相信快乐，想被自己决定。跟着我一起，时时刻刻都卯足了全力。一路的起落都是最美的风景。跟着我一起，选择活出最精彩的生命。漫长的黑夜是为酝酿更绚烂的黎明。跟着我一起，让时间写下壮阔的事迹。有天回头看，都是温暖的回忆。喂，你困在监狱里面2个星期了，真的不要出去走走嘛？外面有什么好走的？跟你过2人世界比较重要。是。这2个星期没看到你，我真的好想念你哦。我也是。爸，老爸，你不是说吃了晚饭才回来吗？朋友临时有事，约会取消了。来，谢谢。你叫卓丽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除了他爸妈，还有一个小弟。你们怎么认识的 ？Internet 认识的。哦，你每天上网到3更半夜，就是在交女朋友啊？你们认识多久了？2个月。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拖啊？老爸，1个星期就在一起了。这么快啊？老爸，有一句话说，时光飞逝，所以要珍惜时间，宁可杀错，不可放过。你们现在年轻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跟以前不同了，你们啊，以前要看很久，想很久，然后才开始慢慢来。现在如果你看很久，想很久，还没开始的话，女孩子啊都被人家抢走了。行动最实际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你们行动到哪里了？老爸，该行动的我会行动，不该行动的我们都没有行动。那就好，你们还年轻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千万别冲动。啊，知道了。啊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得回去兵营。啊，不用送我，我搭的是有九零陪我。安哥，拜拜。回去看就可以了。皮卡丘，有电话找你。哦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啊？你喝完最后一杯咖啡就不用再泡？你要喝你自己泡啦！哟，神经病的。啊！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什么这样那样呢？你以为这是你爸爸的公司啊？你嘴巴怎么会这么……天地的郑先生临时打电话来说要修改广告的细节，可不可以帮我跑一趟？不是吧？现在就要去啊，麻烦你了。对，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。知道了。
喂，皮卡丘不在，是哪位啊？找他有事吗？什么？好，那我现在过来啊。叫你走啊！听着你们走啊！走啊！全世界都给我走！走！你们理我干什么？我只是个没有用的废人。只是个没用的废人。我是文伟皮卡丘同事，刚才接电话的人是我。走啊！走啊！全部给我走！你们给我走！走啊！别理我！我看还是报警好了。快点叫救护车！为什么？我不想再连你身边的人了。可是我从不觉得你能利用我。这么多年，你以为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不知道吗？算了吧，我死了，对大家都是解脱。你不用再那么辛苦，我也不用再那么痛苦。为什么这么想？要不是我，你就不会有今天。一切都是我害你。我从来就没怪过你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命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原谅过我自己。如果我们再发生什么意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怎么一个人在这？因为我需要安静的想一些事情。想通了没有？问你一个问题：从这个距离看这个杯子，你能猜得到里面装的是什么饮料吗？当然猜不到了，我又没有透视眼。如果每个人有透视眼，这世界上的误会就会少很多。怎么突然间这么说？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看事情只看表面，而没有尝试去了解真相。那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相信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东西吧。比如说这杯咖啡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杯咖啡，可是我不知道里面加了多少糖，或者是根本没有加到糖。除非我进一步去了解它，我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一杯怎么样的咖啡。就因为我没有尝试去了解，而直接认定他为人，我才会觉得他这么讨厌。你说的他是谁？哦，皮卡丘，我的同事。我今天看到他的另一面，发现他其实没有那么讨厌，而且还蛮讲义气的。总之，跟我原本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人本来就有很多面，不能只看一面的。你最近放工之后都直接回家，怎么没有跟朋友出去啊？不想出去就不出去了。你有没有跟陈毅见面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陈毅了。我打电话去他住的地方，没人接；send email 给他，也没人回应。其实之前我见过他，我也跟他谈了。谈什么？我告诉他你对他是认真的，还有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，他最好对你好一点，否则什么？否则我会对他不客气。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东西？很丢脸的。可是我是以开玩笑的语气跟他说的，他不可能就这样被我吓跑了吧？哦，我觉得吓跑他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
陈毅，哎，好久不见。是。难得今天有空，所以我就下来。你介意待会跟我谈谈吗？我有东西想问你。没问题，我先去换衣服。好。文蔚说他最近都联络不到你，你不该是因为我上次说的话刻意避开他吧？啊，不是，是因为我接到一个旅游杂志的工作，所以他派我到国外去捕捉一些旅游景点的照片。这2个星期我根本不在新加坡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回来之后怎么不找他呢？我知道文蔚是真心喜欢你的，问题是，你喜不喜欢他？文蔚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只是现在这个阶段，我没有准备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或许我们之间是有缘无分吧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希望你跟他讲清楚，不要让他越陷越深。我知道，找个机会我会跟他说明白。哎，对不起，迟到了。没关系，那帮你买了咖啡。谢谢你。听说这咖啡是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，不过我在想，在埃塞俄比亚的人民也没几个有能力喝到这样的咖啡。至少你也尽了自己一份力吗？对了，我听皮卡索说你出国工作了。哦，是临时接到的，所以没有时间通知你，真抱歉。是什么工作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可以让你推掉洗发水广告的拍摄工作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是接到一个外国旅游杂志的工作，他们要我到外地去捕捉一些旅游景点的照片，何况那些地方我也没去过，所以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。那你去的地方通讯应该蛮落后的吧？是偏僻了一点，所以我没有机会去查我的电邮，对不起。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因为我大哥他好像跟你说了一些他不应该说的话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他还是出自于关心你，而且是他自己误会了，因为我们之间都没有他所想象的那种关系。难道我们真的不可以有那种关系？文蔚，我承认我对你的确是有好感，只是现在这个阶段，我没有准备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那以后呢？好，如果以后我有准备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，那到时你还没有男朋友的话，我一定会找你。好。那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哦，我要到附近去拍一些照片。需要一位助手吗？我请不起啊。哎呀，酬劳你已经付了吗？我接到一个外国杂志的工作，他们要我拍摄一些富有新加坡特色的照片。来福士方可是新加坡的金融中心，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充满新加坡特色吗？还好啦。那开始吧。
act so small, and that's a fact. Hi. Okay, where are you heading to today? Defense Technology Tower B. All right, and you're going there for for a meeting. Thank you. Do you have a camera handphone with you? Yes. All right, you're going to have to lock it up. Here's the locker key.真是麻烦，只是来开个会，又要 scan 又要交出手机，把我们当成是恐怖分子咩？哎，我倒是觉得啊，这是必要的，防范未来呢总是好的。再说 ，CMBB 呢是国家的重要机构，它会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危，所以安全措施呢一定要做得比较严密。那倒也是，我听我朋友说，在他工作的那个地方，为了防止商业机密外泄，也采用了相同的安全措施。现在很多大机构都是这样子了，所以啊，你要开始习惯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嗨，我跟我同事来这里开会。哦。哎 ，Hello。去那边等你。OK。晚上有没有空？要不要一起吃饭？今晚不行，我得加班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恭喜你啊，你正式被录取了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不过有些事情我想提醒你啊，虽然你是 Traffic and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， 不过有时候你还是需要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，甚至帮其他同事处理一些问题，应该 OK 吧？没问题。好，这张是人事部的表格，麻烦你填填。那老板，我几时正式上班？下星期啊。不过在之前，阮姐会要你签一份聘请书的。有什么事的话，找阮姐好了。谢谢你，老板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空的话打个电话给我吧。喂，小诺，救我！表姐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先不要问那么多了，赶快来救我！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在哪里？我在金霞路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谁是阮姐？我是阮姐，这个表格我已经填好了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表姐啊，卖假药给我，害我在床上躺了3天，这笔账该怎么算啊？表姐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你不会再卖假药了吗？我只是想要多赚一点钱吗？哎，你们有什么话回家再说，我很忙的，只要你们肯赔5000块医药费给我，这件事情就算了，不然我报警。表妹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我不要坐牢啊！5000块会不会太多了？2000可以吗？5000。1分钱也不能够少。那你什么时候要？今晚12点之前。表妹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筹钱，不过你不可以伤害他啊。走。表妹，表姐，我等你啊。走。表姐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哎，怎么你还没走？你还敢问？都是你给我这么多工作做。好了，你不要发牢骚了。我人哥保证，下星期一定有新人进来帮你，要不然的话，头砍下来给你当足球踢。那是最好，不然我很快就会操劳过度进医院了。放心吧，你进医院还是那么漂亮，然后那么好看的。走了。啊。
太好了，你还没有走。找我有事吗？老板，你能不能先预支2个月的薪水给我？我有急事需要用到钱。这恐怕不行啊。拜托，我答应你，我绝不轻易辞职的，最少也会待在公司2年。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是因为你还没签下聘书，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，我们是不能一直薪水给你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帮不了你的忙。哎。进来。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啊？难道你在期待别人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公司在这呢？查黄页就知道了。你说你要加班，不能陪我吃晚餐，你不能出去，那我来，不也是一样吗？看来你做了决定的事情，是不会轻易的改变的哈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不放弃，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坚持，我做的决定是不会轻易的改变的。那我们就看看谁的坚持会得到最后的胜利。这是 Alan David 的歌对吗？对啊，只可惜呢，这个不是他现场音乐会的版本，那个呢是限量发行啊。跟你说，找了很久都找不到。Sorry。Hello。请问是保文忠先生？是啊，我是啊，你是哪位啊？我是梁小诺。是你？你现在方便出来吗？可以啊。我在上次的那个公园。好，那我们15分钟后见。好的。好。拜拜。待会儿见。非常抱歉，我有事情得赶出去，所以这一餐我们就……没关系，下次再吃吧。好，下次我请客。嗯。小诺，嗨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急把你找出来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什么事那么急啊？我想跟你借3000块。OK。我跟你都不是很熟，为什么你连想都不想就答应了？你都说了，我们都不是很熟。如果你可以跟一个不熟的人开口借钱的话，我想这个事件应该是蛮紧迫的吧，不是吗？那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。你放心吧，我表妹一定会筹到5000块的。最好是这样啊！表姐，表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你要的钱。你还真好命啊，有那么好的表妹。表妹啊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我肚子饿了哎。吃什么吃啊？回家吃面包啦。啊，又吃面包，不要了。我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，而且还要还生活费啊。跟宝先生借的钱也要尽快还的，不省一点怎么可以啊？不然这样子吧，反正我都还没吃饭，我们一块吃吧。好啊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。一个人吃饭是很寂寞的。走吧，一起去吃啊！走吧，喂，走吧，喂。表姐，可不可以注意你的吃相？哎呦，我都快要20了，还注意什么仪态啊？况且宝先生也不会介意的，对吗？叫我温州好了。奶茶。你也吃啊，来吃。谢。哦，对了，我看我还是写了一个借据给你比较好。不用了吧？你让他写吧，不然他是不会安心的。对了，文忠啊，其实你跟小洛也不是认识很久，却那么大方借他钱了，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？表姐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我哪里有开玩笑？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这么好，一定是有原因的啊！我想他一定是喜欢你。表姐，你
再说下去，这笔钱你自己还。我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好，我把这笔钱分6个月还给你。现在银行个人贷款利息是1.58%，那也就是说我1个月得还你545元，你有没有意见啊？545块，这么多钱啊！文忠，那个利息可不可以不要算了？表姐。其实这笔钱你不用急着还给我，也不用还我什么利息啊。我不习惯欠人家东西的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很少上线玩 anime。我也是，因为刚被调到另一个部门，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。那你还喜欢你的新工作吗？很喜欢，虽然跟我之前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充满了挑战性，我做得很开心。那就好。工作上是很开心，不过有些事情就不是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跟一个朋友吃饭，可是吃到一半，他接了一通电话，就匆匆忙忙跑出去了。那种不被重视的感觉很不好受。有时候我真的会怀疑，我的坚持到底会不会有回报？我煮了红豆汤出来吃啊！哦，我等一下就出来。快点啊！知道了。怀疑自己就是失败的开始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要相信有志者事竟成。你说的对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坚持下去的。哎，这只手镯不是秀莲戴过的吗？阿姨，你还认得以前妈戴的手镯啊？嗯，这是我们保家的家传手镯，只有保家的媳妇可以戴的。背后还有一个故事的。哦，当年它是曾祖父跟曾祖母的定情之物，曾祖父存了很久的钱才买得起，而且用它求婚1次成功。这手镯很精致，而且里边还刻这个宝字。哎，这种手镯啊，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了。你怎么突然间拿出来啊？你拿出来给文晶娶老婆用的对吗？文晶，来，我来试试你的红豆汤。你呀，总是这样。哎呀，给我收起来。对了，文静啊，上次你和 Miss Lau 见面之后，还有没有再约她出来啊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们两个对彼此都没有感觉。感觉是要慢慢培养的嘛。上次我看你们聊得很开心啊。会吗？我倒不觉得。我觉得他们很投契啊。可能是你的错觉。才不会呢，我看人很准的。虽然 Miss Lau 比文静大几岁，不过保养得很好。跟文静站在一起啊，很相配。吃完了，我有一个报告明天要交，我还是进去把它搞定吧。晚安。文静也就是太害羞了，我一定要推她一把。明天呢，我就帮她约 Miss Lau。不太好吧？为什么不好啊？也许人家 Miss Lau 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，你这种想法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吧？才不会。我问过 Miss Lau 有没有男朋友，她说没有。也可能人家不喜欢我们文晶这种类型的，可能他喜欢的是成熟稳重的呢。有没有搞错？喜欢一个一只脚都要踏进棺材里的老男人，有何幸福啊？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啊？你干嘛这么激动？我又不是说你。总之，明天我会帮他约 Miss Lau。
对不起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老是跳错舞步。你有心事啊？明珠啊，我们向文清他们公开我们的关系好不好？你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想法？我是考虑很久了，我们交往也有段日子，也是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。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。等到你准备好啊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呢？亚妹要撮合你跟文清啊？那只要把我们的关系公开，她就没有办法撮合你们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可是我们这样子慢慢的公开，我担心亚妹她会接受不了，文晶他们肯定也会有意见的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等等看吧。等到时机成熟一些，我们再公开，这样子可能会对我们好一些。我明白。宝哥哥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委屈你的。这么迟了，怎么 Miss Lau 还没来呀？喂，哎 ，Miss Lau， 你在哪里呀？啊，你有事不能来啦？没关系，改天再约吧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哎，他有苦心安排，结果白忙一场。我都叫你别搞那么多事情了，你偏不听。我是为了文晶好啊。阿姨，其实我跟Miss Lau之间的事，我看就算了吧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你们年轻人的事呢，你们自己做决定，我不再插手就是了。谢谢阿姨。标准名单总是你我的你，篮球、足球还有点不行，走在校园不会有人注意，虽然耍酷我已经很努力，可是我从来不灰心。小姐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卖 Alan David 的演唱会 CD？ 我查一下。对不起啊，那这 CD 已经是断货了。谢谢你。这么巧啊？哎，你也来买 CD 啊？买不到 CD 断货了。什么 CD 这么难买 ？Alan David 的一张限量版 CD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你一定很喜欢那张 CD。是文仲喜欢，我想买来送给他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还去其他唱片行找找看。好，祝你好运。拜拜。想问你在哪里，却等不到回应，才明白一开始我就已经给错了关系。老板，有没有 Alan David 限量版的 CD 啊？没有。想忘却抓不紧，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在想你。爱总是很用心，给我最初的热情。老板，有没有 Alan David 限量版的 CD 啊？这里应该有吧？你寄到的太好。只要坚定，就能追上爱情。才发现不是谁老板，你包包起来。受得起。Alan David，哇，这张 CD 我找了很久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是佩佩托我交给你的。
哦，我只是随便跟他提一提，没想到他会记得。你的随便提一提，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随便。OK， 我知道佩佩她很喜欢我，她也是个很好的女生，这并不代表我们两个应该在一起。或许在你的眼里，或者是他人的眼里，我们两个很相配。不过我的内心深处，我很明白，我们两个一点都不配。反倒是你哦，我怎么了？我觉得呢，你跟佩佩应该在一起，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呢，可以起互补的作用。我知道我没有机会，我已经放弃了。如果你真的放弃了，那你为什么还替他说那么多话，做那么多事呢？如果你继续的坚持下去，或许有一天，你真的可以打动他的心呢。文静，阿姨，你这星期天有空吗？星期天，你不是又约了 Miss Lau 吧？这次不是，是 Miss Lam。阿姨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要再插手我的感情事了吗？可是我想过了，如果没有我帮忙，以你的性格啊，是很难交到女朋友的。这个 Miss Lam 啊，是我同事的女儿，今年28岁，在电视台做编剧的。然后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星期天我有训练啊，我很忙啊。星期天还有训练？是啊，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没有空。明天很早要起来，我先去睡了。哎，文静，阿姨，嘉哥，哎，他干嘛这么急着回房？你大哥每次听说我要帮他介绍女朋友，就怕到好像见鬼似的跑掉。哎呀，阿姨，你不要烦大哥啦。你自己怎么样了？我怎么样了？我是说你和爸怎么样了？你自己也看到啦，你老爸对我时冷时热的，我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。我觉得他需要一点鼓励，他才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不够主动吗？我觉得问题是你们平时见面的地方不是兵营就是这里，就算他心里有话，他根本没有机会说出来啊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了，烛光晚餐。你想想看，美味的食物、优雅的音乐，加上浪漫的情调，谁在那种气氛下肯定会放下心防？到时候他就会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可是你认为你老爸会去吗？这样吧，你先不要跟他说，给他一个 surprise。怎么了？雅妹好像看见我们了。什么？有女人吻保彭菊？是不是上回我看见他陪老边去买鞋子的舞蹈老师啊？人家都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了，我看你还是放弃算了。没错，Miss Lau 是吻了彭菊，可是是 Miss Lau 主动的，彭菊根本就没有做出回应，那就表示他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啊！我不应该多疑，我应该相信他。你以为那个老兵是圣人呐？有女人投怀送抱，他会没有回应？彭菊是正人君子，他不会的。那再说，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在我生日那天会送香水给我呢？只要我赶快行动，一切都还来得及的。别傻了，一瓶香水能代表什么？况且啊，人家比你漂亮，比你年轻，身材又比你好，你怎么跟人家斗？彭菊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我的好他一定看得到。他根本就不喜欢 Miss Lau， 是 Miss Lau 自作多情。对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彭菊心里一定还有我。喂，是文忠吗？阿姨，找我有事啊？你现在有空吗？阿姨，我临时有个会要开，我开完了会再打给你哦，拜。
里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你，我要出去训练了。其实我不好意思啊，我得挂电话了。平时当他们需要我的时候，就会阿姨前阿姨后的跟在我身边。现在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一个两个却没有空。小妹，我想你等一等。我只需要5分钟。我要复印文件。有些事情你始终都要面对的。昨天你应该看到一些事吧？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你应该更清楚我跟 Miss Lau。我上厕所。雅妹，我们谈谈好吗？你逃避也不是办法，你终有一天还是要面对的。有些事情不是假装不知道，就可以等于它没有发生过。我跟明珠，就是 Miss Lau， 来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多久了？就在你请她到我家吃饭的第2天。这么久了，你也不让我知道，亏我还一直想撮合他和文晶。是她一直不想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可是没想到让我碰到了。你认识他只是几个月，我们可是认识了10多年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激能有你这位朋友。只是朋友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你从来没有送过我礼物？忽然在生日那天送我一瓶香水呢？其实那瓶香水我是要买来送给他的，可是却让文忠和文蔚误会了是我要买给你的生日礼物。所以你骑虎难下，就把它送给我。那么说，这10多年来是我自己笨，我自己傻，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这些年来，我都一直很感激你对我家人的照顾，可是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，你也知道。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不是我的，就不会是我的。就算我再怎么勉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你能看得开最好。怎么说，我们也认识那么多年了，我也不想搞到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毕竟在孩子的心里，你还是他们最尊敬的阿姨，你照顾了他们那么多年。你也知道我照顾了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也知道我为你们浪费了多少青春，你还这样对我，你是不是嫌我老了？我知道我比不上她年轻貌美，可是她已经可以当你女儿了，你还爱上她，你真的是不知羞耻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雅妹。想问你在哪里，却等不到回应。才明白一开始我就已经给错了关心，思念弥漫在空气，想忘却抓不紧。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在想你。爱总是很用心，给我最初的热情，却忘了考虑对方是否愿意肩上他的名，以为只要坚定就能追上爱情，才发现不是谁都承受得起。